以巴冲突的另一条战线红海地区也不安稳了。10月1日，以色列在红海地区追加部署舰艇，多艘萨尔型护卫舰在埃拉特海岸附近巡逻，目的就是加强防御。问题来了，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到底有多强？胡塞组织已经承认，自新一轮的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已对以色列发动3次导弹和无人机跨境袭击。不过，据路透社报道，从红海地区方向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均未命中以色列目标。10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卡尼号驱逐舰在红海北部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以及8架无人机。10月31日，以色列军方使用舰3在红海方向拦截了1枚胡塞组织发射的弹道导弹。就中东地区的防空体系而言，以色列是绝对的老大，防空墙后的别人怀疑人生。没办法，以色列国土面积较小，很难承受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所以非常重视防空系统的建造。最外层的弹道导弹交给舰3萨德，近程导弹与远程火箭弹则由大卫投石所爱国者3负责。铁穹就是短程防空系统，加上铁树的话，这就是4层防空系统，想怎么拦就怎么拦。舰3作为最外层的防空系统，性能自然也是最好的。这次拦截胡塞组织的导弹，还是舰3首次对弹道导弹拦截成功。按照以色列 IAI 公司的意思，舰式是现役最顶级的防空系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2023年9月28日，德国在柏林与以色列签署了价值35亿美元的舰3购买协议。德国对比美国陆基神盾、萨德与舰3之后，才选择了舰3，性能毋庸置疑。这也是舰3系统的首次海外订单。舰3是 IAI 与美国波音合作，2008年开始研发，可以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拦截范围远远大于前一代的舰2。报道称，舰3射程可达2400公里，不仅能拦截洲际弹道导弹，还有能力打击人造卫星。2015年测试拦截成功，2017年正式部署。一座舰3发射台可以在30秒内拦截超过5发弹道导弹。在以色列内部还有萨德系统，拦截距离大约在300公里左右，但是其 X 波段雷达探测距离超过4600公里，可以为舰3提供数据信息。同时，舰3具备发射后观察，然后拦截的智能作战功能，与陆基中段标准3都一样，专门用于识别和拦截真假弹头。舰3大致的性能跟标准3 Block 2A 导弹类似，同样是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还有与舰2一样的2级固体燃料发动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铁树激光系统，以色列当前的防空系统全部由美国提供资金援助，美国企业还作为合作伙伴参与研发，其中波音就参与了舰3的研发。在研发舰3期间，美国为了控制资金援助金额，向以色列提出了引进标准3 Block 2A 以及陆基宙斯盾系统的方案，但是以色列没同意。毕竟国土面积不是很大，标准3 Block 2A 的射程有点大，研发射程较短的拦截导弹消费比会更高一点。而且标准3 Block 2A 是美国与日本联合研发，预计生产也将由日美两国的制造商分担。美国当初提出引进方案时，日本受武器出口3原则限制，不能与美国以外的国家联合研发武器。以色列要引进标准3 Block 2A 的话，就只能购买成品，这就有点贵了。而且美国并没有提议整合以色列制造的雷达和宙斯盾系统，而是提出在陆基宙斯盾系统的组合中引进标准3 Block 2A。另一个原因就是变轨能力，标准3 Block 2A 凭借侧面辅助推进器在大气层外运动，舰3使用矢量推力喷管，而且标准3 Block 2A 的导引头是固定的，舰3的导引头是可转向的。凭借着矢量推力喷管以及可转向导引头，舰3可以急剧变更轨道，这也是以色列研制舰3的理由之一。有意思的是，舰3也是动能撞击目标，不过美国反导使用的动能拦截器均为气体或液体喷嘴推进，属于侧面辅助，而以色列的拦截器使用的是带矢量推进喷管，这种技术更成熟、更简单，可靠性好且造价便宜，价格能降低1/3。不过很多时候，价格也就意味着性能。舰3的矢量推力喷管与标准3 Block 2A 的侧面辅助推进器相比，灵敏度和准确性相对较低。但是以色列根据海湾战争得到的教训，设想敌方发射的导弹会偏离预定路线，要求拦截弹具备较强的轨道修正能力。
据说以色列没有选择标准3 Block 2A， 就是因为它没有满足以色列对拦截弹的性能要求。按照防空往下排，下面就是剑2了，负责剑3未能拦截的弹道导弹。以色列部署剑2的目的主要是拦截侯赛因、飞毛腿等导弹，但是研发过程相当曲折。以色列认为研发剑式导弹时，美国提供的技术必不可少，于是1986年与美国提出联合研发项目，1988年5月同意并开始，研发速度还不错。1990年8月实施了首次拦截试验，但试验以失败告终。所以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用的是爱国者 PAC-2 导弹拦截伊拉克发射的飞毛腿，只是 PAC-2 导弹碎片带来的损害比起拦截对象飞毛腿造成的损害还要大。美国陆军在部署爱国者导弹部队时，没有考虑 PAC-2 碎片对以色列城市街区造成的伤害。这事一出，以色列更想自研拦截弹了。只是事实与以色列的愿望相反，剑2在1991年到1994年进行了8次试验，全部以失败告终，直到1994年6月才研制成功。剑2的动力也是2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但是与剑3碰撞拦截不同，剑2与 PAC-2 一样是破片式拦截，利用在目标附近爆炸，依靠飞散的碎片破坏目标的定向爆炸破片式弹头。不过相比较 PAC-2， 剑2的速度很快，最高飞行速度达到了9马赫。同时剑2导弹系统配套的绿松地属于世界上作战能力最强的预警雷达之一，探测距离为500公里。2017年的时候，剑2系统进行了首次实战应用，拦截叙利亚空军发射的 S-200 地空导弹。在以色列的弹药导弹系统防御中，大卫投石索就是第3支箭，拦截剑3、剑2未能拦截的目标，性能也十分可靠，采用具有双色成像红外光电以及毫米波雷达复合制导，发射后可以根据目标位置自动修正方向，也可以中途更改重新装定目标。动力采用2级固体火箭发动机，速度 7.5 马赫，机动性强，射程为300公里，射高50公里，但其价格只有爱国者的1/10，约30万美元。以色列方面甚至暗示其具备拦截俄制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的能力。2018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通过大卫投石索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2枚从叙利亚境内发射的导弹，型号可能是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2020年，大卫投石索的防空能力与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整合在一起，可以与铁穹、剑士进行互操作，实力更上一层楼。不过相比弹道导弹，以色列最常见到的敌方武器应该是周边的喀秋莎火箭弹以及哈马斯自制的卡桑火箭弹。于是以色列在2007年开始研发铁穹，2009年拦截火箭弹的试验就成功了，目标就是拦截从4公里到70公里距离发射的火箭弹和炮弹等。侦测到火箭弹来袭后，可以在1秒钟内分析判断出火箭弹落点，并根据来袭火箭弹的不同威胁程度，选择拦截威胁更大的火箭弹，实现效益最大化。缺点就是有点贵，虽然铁穹已经是比较经济的系统了，但用于拦截哈马斯廉价炮弹与小型无人机的话，费效比不行。于是以色列就开发了铁树，使用高能激光束拦截火箭弹，价格实惠，威力还大。本轮以巴战争爆发后，以军就开始加速部署，说不定现在已经经历实战了。这连火力军在铁树那期视频里已经详细聊过，这里就不过多的提及了，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翻看一下。就目前来看，以色列的防空体系是目前世界单位面积最密集、高效和先进的，主打一个无缝衔接，针对弹道导弹、远、中、近防空系统都不缺，对付火箭弹与炮弹也有铁穹与铁树，当然了，便携式的导弹也不缺。虽然铁穹和以色列先进的 IADS 减少了便携式防空系统的使用，但是以色列国防军还是拥有大量的美制毒刺。野战情况下，对付敌方直升机这种飞行速度较低的飞机，基本上是一打一个准。乌克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以色列还将毒刺集成到以色列国防军的马赫贝特防空车上，这是基于 M113 自行履带底盘研制的火炮导弹组合系统。虽然马赫贝特防空车的年龄稍微有点大，但是对付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时，作用还是很大的。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中，海军小型舰艇也贡献了一部分力量。萨尔6型导弹护卫舰完全可以充当雷达纠察队，向铁穹发射单元提供目标数据。而且以色列舰艇除了自己的巴拉克之外，也能集成铁穹发射器。空中的战机也可以负责防空，以色列空军的 F-15、F-16 和 F-35战斗编队都能拦截无人机与巡航导弹。
最近不就有一架 F-35I 拦截了一发巡航导弹，同时以色列还把湾流 G550改造成了预警飞机，配备先进雷达与传感器，可以侦察陆地、空中和海上目标。在预警探测方面，以色列已经提出建设本国天基预警探测系统计划，目的就是研发一种新型微卫星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高分辨率成像功能的微卫星星座。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研发出的微卫星平台能发现米级以下的目标。以色列计划在短期内发射12颗微卫星平台，构建4个独立的微卫星星座。之后，以色列就可以通过天基预警探测系统识别目标，为防空系统提供信息。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已经通过 Link16 数据链对大卫投石所与爱国者系统进行了高低联网。之后，包括铁树在内的各种地面防空系统也会被纳入体系之中，以便实施联网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地面激光武器就可以为其防空反导系统提供更有效的末端保护手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防空也没办法100%拦截敌方导弹。虽然以色列防空实力强，建立了一整套的防空体系，并将其中的部分技术产品出口化，比如出口到美国和沙特的铁穹，出口越南的斯派德，印度购买的巴拉克舰载防空系统，德国购买剑3等等。内部也有剑士、萨德、大卫投石所、爱国者、铁穹等系统，可以针对不同的目标，但可能还会有漏网之鱼。如果对方的进攻体系比较完备，既有弹道导弹，又有巡航导弹，既有隐身突防武器，又有电子战进攻能力，也能突破这套防空体系。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以色列的防空实力在世界上能排第几？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